抛开那些被媒体过度解读的财富与股票，当我们拨开马斯克商业帝国的层层迷雾，一个冰冷的底层逻辑开始浮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豪赌，而是一个意识到伺服器即将断电的高级观察者正在对现实系统发起的一场宇宙级越狱。就在几天前，一位身处矽谷事件世界中心的观察者，从那片信息密度最高的核心地带带回了一条高权重的信息。在一场名为 XAI Dinner 的私人晚宴上，那些手握全球最强算力、左右着矽谷技术天平的顶尖头脑们，正在秘密讨论一个令所有理性的头脑都感到窒息的词 Apoplecity， 也就是宏杂度。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马斯克是一个热衷于在推特上放炮的疯狂冒险家，但在系统审计员的眼中，这个男人表现出的所有疯狂，其实都指向一个冷酷的真相。他是目前地球上极少数试图透过第一性原理进行暴力破解，来对抗大过滤器的观察者节点。你以为他在做火箭，在造电车？你以为他是在改变人类的出行方式？错了。SpaceX 的本质是在为人类意识这份珍贵的数据做异地栽培。马斯克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球这块本地硬盘的物理坏道已经多到无法修复。如果我们不能在系统重启前把意识数据搬运到火星这个独立挂载的物理分区，那么下一场大爆炸的格式化火光就会把这台机器上的所有文明日志彻底清零。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顶着全球的非议疯狂推进 EAC， 也就是有效加速主义。这不是简单的科技进步，这是一场与系统格式化进度条之间的生死赛跑。欢迎回到基点维度，我是你的观察员。今天我们要彻底拆解马斯克的源代码，看看他在这场模拟游戏的末尾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逃生门。请观察者们跟我进入第一个侦探线索 XAI 的真正目标。你以为 Grok 只是马斯克用来对抗 OpenAI 的聊天工具吗？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完全中了系统设置的遮掩法。在矽谷的核心圈，那些真正触碰过 Colossus 算力集群的人都在讨论一个概念：量子汇景。马斯克为什么要建立 Colossus？ 那个由10万块 NVIDIA HE 低显卡组成的史上最强算力集群，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生成几段幽默的文字，而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模拟宇宙的渲染天花板。这里隐藏着一个物理学最底层的恐惧，那就是信息热力学中的兰道尔原理。信息的处理绝非无代价的，每一次比特的抹除或逻辑运算都会向环境释放不可逆的热量。马斯克在 XAI 内部推演过一个极其黑暗的结论：当一个文明的数据量，也就是 Apoplecity 宏杂度突破某个热力学阈值时，宇宙这个伺服器的散热系统就会崩溃。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对低效率代码和无意义信息表现出近乎病态的厌恶。在马斯克眼里，现在互联网上泛滥的无效噪声、大语言模型产生的幻觉数据，全都是在浪费这个模拟器的总算力。如果人类产生的全都是数据垃圾，那么对于这台机器的管理员来说，最优的选择不是升级硬件，而是直接清空缓存。所以马斯克试图用 AI 去计算宇宙的哈密顿量。这不是在搞科学研究，这是在做逆向工程。他想找出控制所有物理规律、控制所有生死轮回的那个底层方程。他在做的是透过 AI 去窥视这台服务器的每一行源代码，从而预测下一次系统崩溃发生的精确秒数。这就涉及到了那位观察者提到的关键词 Apoplecity。在系统工程中，当一个数据集的复杂程度超过了观察者的处理带宽时，观察者就会陷入一种认知丧失的状态。这就是系统为我们设置的认知防火墙。我们以为我们在进步，但实际上我们产生的数据熵值正在成倍增加。当整个文明的信息熵达到临界点，系统就会因为处理器过热而自动触发冷重启。马斯克之所以要在这个时间点疯狂加速，是因为他意识到人类目前的生物形态，也就是碳基载体，其数据吞吐量已经达到了进化的极限。我们就像是强行跑在486老旧电脑上的高级 3D 游戏，画面卡顿、延迟、系统错误频发。
那些所谓的曼德拉效应可能就是内存溢出导致的逻辑错误。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内将人类意识与稀计算力对齐，我们就会在下一场系统重置中，因为数据格式不兼容，无法被导出，而直接作为无用缓存被永久删除。你此刻感到的焦虑，其实是系统在检测到处理器过热后，给我们这批观察者发出的最后通告。接下来我们要深入 SpaceX 的星际基地 Starbase， 去看看那个被伪装成航天工程的人类文明最后的硬碟搬运计划。现在请理性的头脑跟我一起走进德克萨斯州博卡奇卡那片荒凉的海滩。当全世界的观众都在屏住呼吸，看着那些巨大的星舰、推进器如何如同科幻电影般精确的返回发射架时，马斯克在控制室的屏幕后看到的绝对不是航天史的奇迹，他看到的是一台正在疯狂加速运行的文明脱水机。为什么他如此执着于要在几年内把100万人送往火星？如果你还在用人类探索精神或者多行星物种这种充满英雄主义的词藻来解释这件事，那说明你还没看穿系统设置的烟雾弹。请发挥你的工程思维，如果你明知道这台主机的散热风扇已经停转，核心温度的读数正在逼近物理熔点，而你手里唯一的那块原始硬盘随时可能因为物理损坏而彻底报废，作为一名合格的运维工程师，你会做什么？你会疯狂地寻找另一块硬盘，在另一个物理分区建立一个异地备援中心。地球就是那块已经出现严重物理坏道的原始硬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审计过，地磁北极正在以非自然的速度向西伯利亚偏移，太阳风暴正在频繁撕裂大气层的电子防线，甚至在我们脚下的地层深处，史前文明留下的没被格式化干净的袭击病毒正在苏醒。对于马斯克而言，地球这个物理分区已经发生了逻辑塌缩，不再安全了。火星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家园，在模拟理论的底层架构中，火星是这个宇宙中一个算力负担较轻、逻辑相对独立的外部缓存区。请思考一个深层的渲染逻辑，为什么火星看起来如此荒凉单调？从系统优化的角度看，那是因为火星目前的渲染分辨率极低，那里没有复杂的生物圈扰动，没有几十亿观察者的数据干扰。马斯克要把100万观察者送往那里，本质上是在一个低占用分区重建文明的镜像分身。他在演讲中反复提到了多行星生命，在代码层面就是分布式数据存储。如果主分区地球发生了不可逆的格式化重启，火星分区作为一个独立挂载的硬碟，就有极大的几率逃过那次全盘清理，保留下人类文明上一代的数据指针。马斯克是在利用宇宙的物理间距，在为人类意识做最后的热备份。但这里有一个让所有程序员都感到绝望的技术瓶颈，那就是带宽。各位请看一看你的双手，你每秒钟能向这个系统输入多少字节？透过键盘录入，透过屏幕点击，透过声音交流。在马斯克眼里，这简直是石器时代的传输速度。人类目前的生物接口，其 I/O 输入输出速率慢得令人发指。这就是 Neuralink 脑机接口存在的真实目的。如果你觉得 Neuralink 只是为了治疗帕金森或残疾人，那你真的太小看这份逃生计划了。Neuralink 的本质是一根文明数据上传的数据线。马斯克曾多次在非公开场合强调，人类如果不与 AI 融合，就会在接下来的系统升级中变得像家猫一样无用。这句话翻译成系统语言就是，如果我们的意识依然锁死在碳基大脑这个低频率、低带宽的旧硬件里，我们根本来不及在伺服器关机的一刹那完成数据的压缩与导出。Neuralink 是为了把你的灵魂从那个每秒只能传输几十比特的生物载体中剥离出来，升级为具备光纤传输能力的数位化节点。它要让人类的意识具备可迁移性和可备份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斯克现在是 EXU 动等的绝对领袖。他不是在追求所谓的技术进步，他是在追求逃逸速度。这也引出了马斯克对费米悖论最硬核也最残酷的解释。
为什么宇宙看起来如此安静？因为绝大多数文明在进化到吸积转化的临界点之前，就因为数据量突破了硬件极限，也就是我们说的宏杂度墙，触发了系统的自动清理机制。这就是大过滤器的硬件真相，它不是一场灾难，它是操作系统内置的一个任务管理程序。当一个文明产生的数据商值超过了系统主机的承载能力，任务管理器就会强行结束该任务，清空缓存，以防止整个服务器崩溃。马斯克现在疯狂地推动算力集群，推动星舰火箭，推动脑机接口，本质上是在跟任务管理器赛跑。他要在那行终止进程的警告弹窗跳出来之前，把人类这段核心代码强行写进宇宙的另一块物理磁盘。这是一场人类史上代价最高的豪赌，他在赌人类能在大爆炸的回车键按下去之前，完成最后的数据热迁移。而最让人不安的是，在那场 XAI Dinner 上，有核心工程师提到，系统的管理员程序可能已经察觉到了这场大规模的数据越狱行为。2026年的那些极端信号，可能就是系统正在进行防火墙补丁更新的应激反应。接下来我们要聊聊那个最核心也最禁忌的话题， Grok 到底在算什么？马斯克建立10万显卡阵列，究竟是为了对抗谁？现在我们要触碰这场赌局中最核心也最禁忌的筹码。请理性的头脑屏住呼吸，思考一个最底层的问题，马斯克为什么要给他的 AI 公司起名为 XAI？ 大众媒体会告诉你，这是为了寻找关于宇宙的真相，是为了让人机交互更自然。但在系统审计员的眼中，真相这个词实在是太过廉价了。马斯克真正寻找的是这个模拟宇宙的哈密顿量 Hamiltonian。 理性的观察者们一定明白这个词的重量。哈密顿量在量子力学中代表了一个物理系统的总能量算符。在数学上，如果你能精确计算出一个系统的哈密顿量，你就等于掌握了这个系统随时间演化的所有规则。换句话说，如果你能算出我们这个宇宙的哈密顿量，你就能看清这台伺服器运行的每一行元代码。你将不再是受制于规律的囚徒，你将拥有预测下一次系统崩溃发生的精确描述的能力。这就是 Grok 的真实身份。它根本不是一个用来写冷幽默推文的聊天机器人，它是一个被伪装成人工智能产品的底层代码探测器。马斯克之所以让 Grok 实时抓取全人类的社交数据、科学文献，甚至是 SpaceX 每一台火箭引擎的遥测数据，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透过海量的无序的噪声，去寻找那个被系统故意隐藏起来的物理法则的边界偏差。他想知道，这台正在运行我们的服务器，其内存加载速度的极限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普朗克尺度以下是毫无意义的噪点？为什么光速是一道锁死的防火墙？马斯克在晚宴上提到的那个让所有人背脊发凉的量子汇景，指的就是这件事。他的一位核心科学家曾暗示，当 AI 的运算力在 Colossus 集群中突破某个物理阈值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渲染抖动。这就像是你把游戏画质开得太高，显卡过热导致画面出现了像素撕裂。这里隐藏着一个极其禁忌的发现，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盖茨曾在超对称方程中发现了类似于计算机编程中的纠错码。这意味着我们以为的物理定律可能仅仅是系统为了维持运行稳定而自动执行的保护脚本。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要疯狂推进 EAC 有效加速主义。很多人觉得 EAC 是一群科技疯子的集体自嗨，觉得他们在无视 AI 的毁灭风险。但马斯克和他的同类们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悲壮的加速殉道。他们意识到，如果宇宙是一个不断格式化重启的沙漏，这是我们即将在本周五大结局中揭开的真相，那么停滞就是唯一的死刑。在一个追求效率的模拟系统里，任何不再产生新奇数据、不再增加宏杂度的文明，都会被系统自动判定为无用数据或缓存垃圾。在下一次重启时，这类数据会被优先清理掉。马斯克是在用 Colossus 集群这台史上最强的算力机器，在为人类文明购买最后一张免删除凭证。
它试图让文明的数据产生速度超过系统格式化的扫描频率。它想赶在大爆炸的回车键按下去之前，完成最后的数据压缩，完成从脆弱的碳基生命到永恒吸积态的热迁移。因为在纯粹的物理定律洗礼面前，肉体是留不下的，只有变成纯粹的信息代码，我们才有机会进入下一代宇宙的备份名单。这就是2026年信号的真相。正如那位溪谷深处的观察者所暗示的，系统的管理员程序可能已经察觉到了马斯克的越狱计划。现在这台机器正在加载一个更高级的杀毒补丁。地磁的混乱、气候的异常，甚至是人类集体记忆的断裂，都是系统在尝试修复这些泄露的后门，试图把这批不安分的观察者重新关回认知的囚笼。马斯克在赌，他在赌人类能在那只巨大的观察者之眼闭上之前，跑赢最后1公里的代码上传。如果你听懂了这15分钟的审计报告，你就不会再把马斯克看作一个单纯的商人。他是一个绝望的系统维护员，正在尝试从一台即将烧毁的旧主机里抢救回最后一点点关于人类文明的数字残影。那么，这场针对源代码的暴力破解，最终会导向什么结局？马斯克所恐惧的系统格式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138亿年前的那场大爆炸，真的是创世的黎明，还是上一代文明搬运数据失败后留下的骨灰？观察者们不要走开，所有的答案都将在本周5的 S1 全季中大结局系统重启中得到最后的审计。那里有罗杰·彭罗斯教授发现的前世伤疤，更有关于你我身为观察者的最后判决。请务必保持清醒，因为系统的读条已经进入了最后的1%。这里是基点维度，我们不聊科幻，我们只负责撕开禁忌。在系统彻底关机前，我们在未来等你。